关于台湾的 ADF 战机计划，我们都不陌生。这是台湾空军的下一代防御型战斗机，被广泛定义为第5代战斗机。当然，我也持有这样的看法。然而，根据最近的消息，我发现 ADF 的首架原型机似乎达不到5代机的标准，与韩国的 KF-21处于相似水平，介于5代与4代半战机之间。按照原本台湾的计划，他们的目标是将 ADF 打造成一款真正的5代机。然而，由于制造5代机的周期较长，至少在未来3到5年内很难交付成品。因此，根据最近的消息，台湾可能会采用 S 海鲲号潜艇的方式，先制造一架简化的原型机用于测试。这个原型机的基本能力与韩国的 KF-21相差无几，甚至在引擎的选择上也是相同的。有关 FD 引擎的消息显示，该引擎的推力达到了10吨起步，电子设备方面也已经选择完毕，预计明年将完成首架原型机的制造。这标志着台湾正积极努力发展下一代战机，尽管在一开始可能会采取逐步完善的方式。据了解，台湾对于 ADF 的引擎有2个方案，首先是自制引擎，其中一种基于美国的 TF-11042 引擎，这款引擎曾为经国号所使用，推力约为4吨左右。然而，考虑到目前的要求，这一推力可能显得不太足够强大，因此台湾计划在该引擎基础上研制新引擎，推力达到10吨以上。然而，引擎研制周期较长，通常需要5到10年的时间，再加上台湾的预算等问题，实际投入可能会拖延，预计最早到2024年才能看到原型。另一个方案是采购美国的 F414涡扇引擎，这款引擎的性能非常出色，推力高达10吨，主要用于 F118超级大黄蜂以及韩国的 KF-21等先进战机。超级大黄蜂和 KF-21都是4代机中的顶级战机，在机动性上表现出色，不逊色于美国的 F16系列战机。另外，关于自制引擎的方案，台湾计划在 TF-11042引擎的基础上进行一系列技术升级，以提高性能和推力。这一自主研发的方案旨在增强台湾战机的独立性和适应性，减少对外部供应的依赖。然而，自制引擎的研发不仅需要大量资金投入，还要面对复杂的技术挑战，因此整个过程可能相对较长。与此同时，采购美国的 F414涡扇引擎方案也受到认可。该引擎作为一款先进的涡扇发动机，已经在多个先进战机上得到验证，其高达10吨的推力和卓越的性能，使其成为提升台湾战机整体作战性能的可行选择。在采购方案中，台湾将考虑引擎的可维护性、升级性以及与战机其他系统的集成情况。与美国的战略伙伴关系也将在此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综合考虑这2个引擎方案的利弊，台湾将做出综合权衡，以确保未来 ADF 战机的性能、可靠性和独立运作能力。因此，作为 ADF 原型机的引擎完全够用，而且这个引擎的部分组件由台湾的汉翔公司制造，可以算作是具有一点台湾制造的元素。相较于其他引擎，它具有许多优势，而且获取起来也相对容易。此外，除了引擎的选择与 KF-21相似之外，在设计上也有很多相似之处。虽然不能说与 KF-21完全相同，更应该说与5代机有相似之处，例如隐身能力与内置弹舱。自从美国 F-22首次亮相以来，5代机的规格基本上已经定义出来，而隐身能力则成为标配和最重要的一项特征。根据之前台湾透露的消息， IEDF 战机肯定具备隐身能力，虽然没有具体说明，但不难猜测它可能借鉴了美国 F-35的设计。甚至在外形上， IEDF 战机也有很多类似之处，包括内置弹舱。内置弹舱与隐身能力一样，是目前所有5代机都具备的功能，可以显著提高战机的隐蔽性。此外，在航空电子设备等方面，台湾基本上都选择了使用美国的先进设备，这确保了 IEDF 战机在关键方面的性能和技术水平能够与5代机媲美。值得一提的是， ADF 原型机所采用的引擎不仅在性能上有优势，而且由台湾汉翔公司生产，这对于台湾本地产业的发展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这种台制的引擎不仅提供了先进的技术支持，还有助于培养本土工业的技术实力，为未来自主研发提供了有力支持。在引擎的选择上，虽然有采购美国高级引擎的备选方案，但自主研发的织女性引擎也彰显了台湾在军事科技领域的自主创新能力。这种自研的引擎具备推力10吨以上的性能，使得 ADF 战机在未来的作战环境中更为灵活和具备竞争力。与此同时 ，ADF 战机在设计上的一系列相似之处，尤其是与 KF-21战机的相似性，也暗示了台湾与世界先进战机设计趋势保持了密切的关联。通过与其他国家的战机设计相融合， ADF 战机将能够在多样化的战场环境中更好地适应各种挑战。总体而言， ADF 战机的引擎选择和设计方案的多元性，展现了台湾在军事科技领域的努力和追求卓越的决心。这不仅有助于提升台湾防御实力，也为世界军工合作提供了新的范本。所显而易见，台湾的目标是将其新战机打造成5代机。然而，正如前文所述，5代机的制造周期较长，而台湾缺乏足够的时间来进行制造。这不仅涉及到设备和设计的问题，还需要克服许多技术难题。尽管台湾方面传来的消息表明，他们可能很快就能研制出新战机，例如之前花莲上空的音爆等迹象，都暗示着台湾的新战机可能已经接近完成。因此，根据这些信息的推测，台湾似乎已经放弃了直接研制5代机的计划。虽然台湾目前缺乏5代机的技术，但却具备4代机的技术基础。再加上与美国的高端设备合作，制造一款顶级的4代半战机并不是难事。因此，参考韩国的 KF-21的经验，可以猜测台湾可能采取相似的策略，先利用目前已掌握的技术，研制一款顶级的4代半战机，然后通过后期的升级，逐步演化为5代机。在这个战机研发的过程中，台湾探索了2种引擎方案，为其新战机提供强劲的推动力。一方面，他们计划自主研制支持向量引擎，源自美国 TF-11042引擎。尽管这款引擎之前用于经国号战机，但其推力约为4吨，与当前技术水平相比显得相对较弱。因此，台湾计划在此基础上进行改进，力争研制出推力超过10吨的全新引擎。然而，考虑到引擎研发的漫长周期，这一计划至少需要5到10年的时间，并且受到预算等问题的制约，可能会面临一定的延迟，预计在2024年前后才能看到原型。另一方面，台湾考虑采购美国的 F414涡扇引擎，这是一款性能卓越的引擎，推力高达10吨，主要用于 FA-18超级大黄蜂和韩国 KF-21等先进战机。超级大黄蜂和 KF-21都是4代机中的佼佼者，具备卓越的机动性。由于这款引擎在性能上令人满意，而且易于获取，因此成为了 ADF 战机首选的备用方案。除了引擎选择上与 KF-21相似外， ADF 战机在设计上也有许多相近之处。尽管不能简单的将其视为 KF-21的翻版，但可以说在某些方面与5代机相似，例如在隐身能力和内置弹仓方面。自从美国的 F-22问世以来，5代机的规格基本被明确定义，而隐身能力成为其标配，也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据台湾此前透露的消息， IEDF 战机肯定具备隐身能力，虽然细节尚未公开，但可以推测其可能学习了美国 F-35的先进技术，甚至在外形设计上也呈现出与 F-35相似之处，包括内置弹仓等设计元素。内置弹仓与隐身技术一样，是目前所有5代机都具备的功能，有助于提高战机的隐蔽性。在航空电子设备等方面，台湾也选择了使用美国的先进设备，这进一步确保了 ADF 战机在电子战、通信和情报方面具备高水平的性能。这一系列的技术选择表明，台湾在新战机的研发中充分借鉴了世界先进技术，力求为其未来战机提供更强大的综合作战能力。而且有可能的情况是，初期的原型机可能只是4代半战机，而后续的量产型可能会进行升级，达到5代机的水平。当前已知的战机数据来看，台湾在技术上差距似乎只是暂时的。如果是这样的情况，
那么台湾的 ADF 原型机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完工，甚至有可能在明年年底前完成组装。随后将进行量产和升级，例如更换自制引擎、提升战机性能、增加战机功能等，直到最终成为5代机为止。到那时，有很大可能会完全取代 IDF 与幻象2000。当然，说回来，就目前的信息来看，台湾的 ADF 原型机应该会比韩国的 KF-21更强大。毕竟，除了引擎之外，在设备与设计理念上都具有一定的优势。而且，据说使用的武器还包括全新的自制飞弹。在飞弹研究方面，台湾可谓是专业，再加上来自美国的顶尖设备支持，看起来要比 KF-21更为强大。然而，存在一个缺点，即自制率可能不高，这可能在未来成为一个大问题，需要台湾在后期采取相应措施来解决。近期，25家美国军火公司组团赴台湾进行访问，背后的主要原因是法国幻象2000战机的升级项目屡遭政治因素阻挠，难以顺利推进。美国看准这一机会，有意向台湾推荐 FA-18战机，以此来替代法国在台湾市场的份额。据悉，台湾高层对此持开放态度，这也在情理之中。毕竟，法国一直未向美国公开幻象战机的相关信息，合作的基础自然不牢固。回想起来，1992年，台湾原本计划向美国购置新型战机，却因阻碍转向法国购买幻象2000，每架耗资约5000万美元，还曾引发过佣金丑闻。至今已经过去了25年，这期间，台湾、美国、法国乃至大陆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相互作用不断。据知情人士透露，法国总统马克龙在4月份对大陆的访问中公开表示放弃对台湾的支持，加之大陆决定采购160架空中客车，导致美国波音公司错失了商机，这让美国感到不悦。同时，法国受到政治因素的制约，对台湾幻象2000战机的升级一直犹豫不决。台湾军方对战机的低妥善率和高昂的飞行及维修费用感到困扰。台湾军方已开始评估并向外透露，若法国仍旧不同意升级，将不得不考虑放弃幻象2000战机。之前的延寿计划可能只是个幌子，因为这些老旧战机已无法有效提升飞行员的技能。台湾飞行员在这些飞机上的训练，简直就像是在玩耍。军事专家分析认为，美国军火商此时介入时机恰到好处，意在迫使法国放手台湾市场，从而为美国重新开拓后勤系统市场创造机会。目前，这已成为台湾军方的一个备选方案，尽管尚未最终确定，但已在积极考虑之中，仍待美国政府的批准。前空军副司令、现任清华大学教授张延廷表示，在幻象战机妥善率低下、飞行成本高昂的情况下，台湾必须考虑更换战机，因此 FA-18战机成为了考虑的选项之一。张延廷强调， FA-18战机作为美国航母的主力战机，性能远超幻象战机，它是一款能够执行远程对空对地攻击任务的巨型轰炸机。虽然现有的战机理论上还能继续使用20年，但张延廷提醒到，台湾空军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是飞行员短缺，需要从幻象战机部队中抽调飞行员。FA-18战机是波音公司的骄傲之作，它不仅是一款全天候对空对地的远程战机，还是美军航母上备受瞩目的主力舰载机。特别是 FA-18EF， 人们亲切地称之为超级大黄蜂，它是该系列中的佼佼者。对于军迷而言， F-18型号，也就是沉默蜂，更是一个极具吸引力的选择。这款战机宛如经过精心改装的艺术品，魅力独具。谈及飞机外观设计，斯洛普公司无疑是该领域的佼佼者。从早期的经典大黄蜂，到如今的现代化超级大黄蜂，再到 NASA 的神秘 F-18号，每一款设计都散发着迷人的魅力，让人不禁赞叹：原来战斗机也能如此炫酷。F-18系列自经典小黄蜂演变至今日的超级大黄蜂，经历了无数的革新。如今，它又迎来了新的升级，不仅整合了众多前沿技术，还增添了隐身能力。对台湾而言，这无疑是个喜讯，因为台湾已经掌握了隐身涂料的关键技术，购买此类飞机将更加得心应手。值得一提的是，这款升级版的超级大黄蜂 FA-18XT， 波音公司还赋予了它一个响亮的名称 F-18I， 也称作沉默大黄蜂。近年来，波音公司在美国军用飞机项目上似乎运气欠佳，
F-22和 F-35项目均被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夺走，而 B-21隐身战略轰炸机的合同也落入诺斯罗普公司之手。面对这样的挑战，波音公司并未气馁，而是在老旧战机中寻找创新的突破口，将五代机的技术应用于这些战机，致力于提升它们的战斗效能。这样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F-15IC 战斗机便成功吸引了国会和五角大楼的关注，一次性订购了144架，对波音公司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波音公司所选择的 F-18和 F-15项目并非全新创作，而是从其他公司购得的优质资产。但这并未阻碍波音公司对这些战机进行改进与升级。基于五代机技术的深厚积累， F-18I 沉没风应运而生。虽然外观上与现役的 F/A-18E/F 超级大黄蜂相差无几，但在技术上 ，F-18I 却借鉴了 F-35等先进战机的元素，大大缩小了与五代机的差距，使得 F-18I 在未来的战斗中能够与 F-35并肩作战，而不是成为负担。此外，波音公司与诺斯罗普公司合作开发的 F-18A 沉没风，在经过3周的飞行验证后，成功展示了其升级后的隐身性能。这不仅极大提升了雷达侦测的难度，还使得飞行距离更远，机身性能更高。可以说 ，F-18A 沉没风几乎与五代机不相上下，不仅延长了战机的使用寿命，也为未来提供了更持久的战斗力。在外观设计上 ，X-18与前一代超级大黄蜂相比，最显著的变化是引入了内置油箱，并放弃了机翼上的外挂架，转而采用了外挂式封闭武器吊舱的设计。这一改变不仅提升了战机的整体美观度，更符合不同军种的实际作战需求。美国空军注重制空权的争夺与攻势防空，而海军则更关注航母打击群的安全，因为航母打击群的安危直接关系到舰载机能否顺利返航。面对21世纪的新挑战，美国海军发现其舰载机的航程限制成为了一个棘手问题。主力战机 F/A-18E/F 超级大黄蜂和 F-35C 联合攻击机的航程不足，往往限制了航母打击群的行动范围。航程的局限性迫使航母打击群冒险深入敌方领土，从而面临敌方反舰导弹的威胁。美国海军迫切需要一种能显著提升油箱容量的解决方案，确保舰载机能在远距离执行任务。为了应对这一挑战，美国海军将希望寄托于下一代舰载机 F/A-XX。这款战机将专注于攻击任务，配备尖端的雷达和光电探测设备，甚至可能装备高功率激光武器和强力导弹，通过网络平台系统进行作战。F/A-XX 将全面提升美国海军航母的防御、打击和指挥能力。然而，下一代舰载机的研发道路并不平坦，美国海军面临着众多技术挑战，如设计新型隐身机身结构、发展成熟的隐身涂层技术等。同时，海军还受限于现有装备的性能，尤其是 F-35C 舰载机的推重比问题。这款单发引擎战斗机在载荷和航程方面与双发引擎的 F-14和 F-18相比存在不足。尽管海军对 F-35C 有所不满，但为了保持与其他部门的和谐关系，最终还是采购了一定数量的该型战机。鉴于两大主力舰载机无法完全满足作战需求，同时新一代战机的研发尚需时日，波音公司决定对现有的 F/A-18E/F 超级大黄蜂进行升级，以填补过渡期的能力空缺。这一举措旨在确保在美国军机更新换代的关键时期，海军的作战能力不会落后于竞争对手。F/A-18E/I 超级大黄蜂的首次升级重点在于提升飞行航程，为此引入了保星油箱这一创新设备，这也是 F-18系列中首次采用此类技术。保星油箱的设计巧妙在于，它在不明显增加风阻的前提下，显著提升了 F-18A 沉没风的飞行航程。更重要的是，这一改进避免了外挂副油箱的需要，保持了飞机外观的简洁与流线型，从而增强了其隐身性能。这一装备为 F-18I 沉没风额外提供了3500磅的燃油容量，加上其原有的14400磅内部燃油容量，使得飞机在挂载2枚2000磅炸弹和2枚 N120中程导弹时，作战半径从原先的1092公里增加至1350公里。这一数字与 F-35C 全内挂武器时的作战半径相匹配。F-18沉没风的另一亮点是在机翼根部增设了隐身化武器吊舱，这一技术早在 F-15SE 上便得到了验证。
对于超级大黄蜂这样的半隐身战机而言，导弹长时间外露，无疑增加了雷达反射面积，提高了被敌方侦测的风险。封闭式武器舱的设计不仅减小了导弹带来的雷达反射面积，还有助于保持飞机的气动性能。此外，这种隐藏式武器舱在需要高速执行制空拦截任务时，能有效减小飞行阻力。这种设计理念不仅适用于第3、第4代战机，甚至对第5代战机也同样适用。例如，英国的一家公司便为 F-35开发了机翼根部的机炮吊舱，如果进行适当的扩展与改装，还能进一步提升 F-35的弹药载荷能力。当前市场上虽尚未有专为隐身飞机量身定制的扩展吊舱，但 F-18沉默风所采用的外挂式隐身武器舱却能提供多样化的武器搭载方案，以适应各种作战任务的需求。无论是空中持久作战、争夺制空权，还是近距离火力支援、战场遮蔽打击，乃至精确打击关键目标，波音公司自信地宣称 ，F-18A 沉默风的隐身封闭武器舱每个都能搭载4枚 M120空导弹，或1枚2000磅炸弹，亦或2枚500磅的联合制导炸弹。经过这些细致的改进 ，F-18沉默风得以摆脱传统的机翼外挂架，其机腹及两侧机翼下可各挂载3个封闭武器舱。最多可携带12枚 M120空导弹，加上2枚 N9X 短程空导弹，总计可携带多达14枚导弹，成为名副其实的空中导弹库。超级大黄蜂的进气道设计同样巧妙，与 F-22战斗机类似，均采用了平行4边形的进气口形状，而加莱特则采用了双斜切波进气道。超级大黄蜂的进气道整体呈现出垂直分布落差的 S 型双弯结构。其前部还精心安装了雷达屏蔽器，这一设计显著减少了飞机的雷达反射面积。此外，为了进一步优化隐身性能，超级大黄蜂的垂尾倾斜度增加至18度，有效降低了垂尾的雷达反射面积。自2013年8月5日起 ，X-10Y 沉默风共进行了21次飞行测试，在这些测试中，波音公司对保星油箱和封闭武器舱进行了深入测试，并对减少雷达信号特征的改进进行了严格验证。这些先进设备不仅适用于现有飞机的低成本升级，同样适用于新飞机的生产。通过采用隐身涂层和封闭武器舱等技术， F-18A 沉默风的隐身性能相较于海军现役的超级大黄蜂提升了50%，真正实现了沉默之谜。值得一提的是， F-18A 沉默风还对发动机进行了升级，换装了414增强推力型发动机。这款发动机基于 GE 公司的 F404和 F41发动机技术研制而成。F41发动机原本是为 A-12复仇者2舰载隐身攻击机而研发的，尽管该项目最终未能继续，但 F414所采用的核心技术得以保留。这一升级使得发动机的加力推力显著提升，从原先的8000千克增加到9900千克。同时 ，F414的总增压比也从26提高至30。推力重量比则从7、8提升至9，这意味着在近距离空战中 ，F414能够提供比 F404高出30%至40%的推力，而在高空截击任务中，其超音速推力也提升了25%至30%。在低空空地任务中 ，F414的推力优势更为明显，高出40%，从而极大地增强了飞机的生存能力，得益于外形气动性的优化。新机型在加速性和爬升性能方面，相较于现有超级大黄蜂有了1:2、5倍的提升。在4万英尺的高空飞行时 ，F-18A 沉默风从续航速度加速至超音速飞行所需的时间，仅为现有机型的30%到50%。F-18沉默风在自卫能力上也做出了显著提升，在机背上装备了球形导弹与激光防御警示系统，有效增强了战机的防护能力；而在机首下方，装配了类似于 F-35的前视红外搜索与跟踪系统，能够探测、跟踪并瞄准各类陆海空目标。该系统在被动模式下运作时，优势尤为明显，不仅能及时发现空中威胁，还大幅提高了战机的多目标交战能力和远程威胁识别能力。IRT-21 传感器组件的数据能与 FA-18上的其他传感器数据融合，最大化提升飞行员的态势感知能力。这种被动探测能力让 F-18A 沉默风在对抗第5代战机时更具竞争力。F-18沉默风还引入了新一代的座舱与头盔显示系统，
采用一体化大屏幕取代了传统的仪表布局，使飞行员在执行攻击和瞄准任务时更为得心应手。新型机载计算机和数据链系统的安装，使得 F-18I 能够通过先进的指向性网络技术数据链与咆哮电子战机、E-2D 先进鹰眼预警机等进行大量数据交换，实时融合信息。未来 F-18I 还将引入海军一体化火控防空系统，这些升级将使 F-18I 在技术上逐步接近 F-35，展现出替代 F-35的潜力，并进一步提升其飞行寿命。与之前交付给美国海军的超级大黄蜂相比， F-18I 沉没蜂的飞行时长已从大约6000小时提升至1万小时，增加了4000小时。虽然与 F-15SC 的2万小时飞行时长相比还有差距，但相较于原有的超级大黄蜂和 F-35C， 这一进步已相当显著。飞行寿命的延长意味着 F-18I 能够更长时间地服务于海军，从而减轻后勤维护的压力。通过增强机载设备、优化隐身性能以及采用低阻力设计， F-18A 沉没蜂不仅提升了作战与生存能力，还能在航母上顺利完成起降任务。此次升级使得 F-35在航程、速度、火力等方面难以与 F-18I 沉没蜂相匹敌，而 Su-35更是难以比拟。这一系列改进确保了超级大黄蜂在未来20-30年内将继续保持对潜在敌方飞机和防御系统的优势。无论是深入敌后执行任务，还是面对第5代战机，或是执行其他复杂任务， F-18I 沉没蜂虽然性能接近 F-35C， 但要完全取代5代机仍有一定难度。F-18I 沉没蜂的目标并非是与 F-35C 竞争成为海军的主力机型，而是在与 F-35C 协同作战时， F-35C 可以利用其卓越的隐身性能执行渗透任务，削弱敌方防空体系。而 F-18则作为 F-35C 的得力助手，共同提升整体打击效果。在未来20-30年的时间里， F-18沉没蜂预计将承担起美国海军赋予的舰载机使命，有可能部分取代 F-35C 的功能，成为一款性价比更优的全能战机。在当前预算紧缩的背景下， F-18I 对美国海军的吸引力尤为显著。与此同时， F-15SE 沉没鹰作为 F-15的改进型号，也适应了新时代的需求。它采用了类似 F-22和 F/A-18的向外倾斜微型双垂尾设计，以减少雷达反射面积，并引入了新型保星油箱等改进措施。但是，由于其价格昂贵，接近 F-35的水平，因此并未受到广泛关注。对美国国内外的客户而言，其价格并不具备足够的吸引力。至于俄罗斯的 Su-35S 战斗机，目前看来，发展隐身版本的可能非常小。Su-27原本的设计采用模拟电传操控和一体化结构，如果在机腹加装保型油箱，可能会严重干扰其气动布局，甚至可能失去机头指向性的优势，从而变成一款平庸的战斗机。因此，对于 Su-35S 而言，保持现状可能是更合理的选择。尽管 F-18A 沉没蜂经过了升级，但它仍然基于4代机的技术进行改造，与5代隐身战斗机相比，仍有一些不足之处。然而，美国军方决定采购 F-18I 沉没蜂，这表明，即便 F-35系列战机的价格持续下降，其高昂的使用成本仍然是美军需要考虑的问题，可能会导致采购数量的减少。此外 ，F-35战机问题频发 ，F-22数量不足，因此在下一代战机问世之前，美国军方需要采购大量升级版的4代战机，这也为波音公司提供了翻盘的机会。对美国来说，除了使用5代机执行关键打击任务外，仍需要大量传统的4代战机来执行空袭等任务。这意味着，在可预见的未来，传统4代战机仍将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并将在多数国家空军中保持主力地位。至于波音公司升级的 F-18A 沉没蜂是否仅为了盈利，这取决于个人看法。一些人认为这是一笔合理的军事投资，因为 F-18提供了一个成本相对较低的替代方案，能够弥补 F-35的不足。然而，也有人担心 F-18的性能是否能够与现代的5代机相抗衡。